她是我们家以前的保姆。女儿雨桐指着我，当着满堂宾客的面这样说道：我陈慧敏，一个为女儿倾尽所有的母亲，在她的婚礼上被她亲口否认，而坐在主位上的是她父亲的小三苏雅婷。我看着面前那个巨大的红色托盘，里面装着我为女儿准备的嫁妆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这个保姆能拿出什么东西。他们不知道，这个托盘里装着的是我24年来倾尽所有的母爱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，7岁的雨桐在小区里玩耍时摔倒了，她的膝盖磨破了皮，鲜血渗出来，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。我陈慧敏快步走过去，蹲下身子看着她，自己站起来，要坚强。我的声音平静而坚定，没有丝毫的心软。雨桐哭得更厉害了，她不理解为什么妈妈不抱她。这时李国强从楼上跑下来，看见女儿摔倒，立刻心疼地抱起她。我的宝贝女儿，爸爸给你吹吹就不疼了。他温柔地哄着雨桐，还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她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。你这样宠着她，只会害了她，我对丈夫说道。但他只是摆摆手，孩子嘛，就应该疼着点。从那时起，雨桐就开始更加亲近她的父亲。在她幼小的心里，妈妈是冷酷无情的，而爸爸是温暖慈爱的。我知道她的想法，但我不能改变我的教育方式。我深深地明白，真正的爱不是溺爱，而是让她学会独立和坚强。周6的上午，雨桐坐在钢琴前，哭得稀里哗啦。我不想学了，我讨厌钢琴。他的小手在琴键上乱拍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我站在他身后，脸色严肃。你必须学，这是为了你的未来。李国强从客厅里走过来，看见女儿哭得这么伤心，立刻心疼了。算了算了，不学就不学，孩子这么小，干嘛逼他？我转过身，愤怒地看着他。我不能害了他。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，哪个不是从小就开始学特长？那又怎么样？我们家雨桐开心就好。李国强不以为然地说道。我感到无比的挫败和愤怒，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我逼着雨桐学钢琴、舞蹈、奥数，而李国强总是站在他那边。妈妈太严格了，我更喜欢爸爸。雨桐经常这样对我说，每次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都会被刺痛。但我告诉自己，我是为了他好。我的工资卡里从来没有超过1000块钱，每个月5800元的工资，我都用在了雨桐身上。最好的钢琴老师，1节课300元，我咬牙报名。最好的舞蹈培训班，1年学费15000元。我省吃俭用也要给他报最好的奥数班，每次考试前还要请1对1辅导。我自己的衣服都是从批发市场买的，1件不超过50元。我的包包用了10年，都快散架了，也舍不得换。我的鞋子总是最便宜的，走路都会响。但雨桐的衣服都是品牌的，她的书包是进口的，他的鞋子是最新款的。而李国强呢，他只管给女儿买零食玩具。爸爸，我想要那个芭比娃娃。好，爸爸给你买。爸爸，我想吃肯德基。走，爸爸带你去。他从来不关心雨桐的学习成绩，不关心她的兴趣培养，他只管让女儿开心，却从不为她的未来考虑。我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雨桐16岁那年，她终于对我说出了心里话。妈妈，我从小就不快乐。她坐在我对面，眼中满是控诉。你总是逼我学这学那，我一天都没有自由过。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
你现在还不理解，将来你会明白的。不，我永远不会明白。雨桐站起身，声音带着哭腔，还是爸爸好，他从来不逼我，他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涌起深深的无力感。你觉得爸爸是在对你好吗？他只是在纵容你，那也比你的严格要好10000倍。雨桐说完这句话，转身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我坐在客厅里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。我为他付出了所有，但得到的却是他的怨恨。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，但我知道我不能改变，因为我是他的母亲，我必须为他的未来负责。那是3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正在厨房洗碗，李国强的手机响了，他慌忙接起来。雅婷，你怎么了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听到了电话里传来的女人声音，心中升起了不祥的预感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看着他换衣服。公司有点事，我去处理一下。他匆忙地说道，连眼神都不敢和我对视。我跟着他到楼下，看见他上了车，但没有往公司的方向开，而是往城东的方向去了。我心中的疑虑越来越重。第2天，我去了他的公司，老板娘李总和小苏去进货了。员工小张对我说道，我知道小苏是谁，她是公司的财务苏雅婷，年轻漂亮，总是穿得很时尚。我从来没有把她当回事，但现在我开始怀疑了。我偷偷检查了李国强的手机账单，密密麻麻的通话记录，大部分都是和苏雅婷的，有些通话时间甚至超过了1个小时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我又查了他的银行卡记录、珠宝店的消费记录、高档餐厅的消费记录，还有酒店的消费记录，所有的日期都和他加班的日期吻合。我的手在颤抖，心中的怒火几乎要爆发。我决定当面质问他，李国强，你和苏雅婷是什么关系？那天晚上，我把他堵在了卧室里。你说什么？我们是同事关系。他的眼神闪烁不定，明显在撒谎。同事关系需要每天通话1个小时，同事关系需要去高档餐厅吃饭。我把手机账单和银行记录摔在他面前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我可以解释，不用解释了，我都明白了。我的声音冰冷如霜。我决定去问雨桐，看他是否知道这件事。雨桐，你知道你爸爸和苏雅婷的事情吗？我坐在他的床边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。雨桐正在看手机，听到我的话抬起头来。我早就知道，他的语气轻松得像在说天气。我的心瞬间被撕裂了。你知道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不想告诉你。雨桐重新低头看手机，仿佛这件事与他无关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爸爸背叛了我们这个家。我的声音开始颤抖。那又怎么样？反正你们也不合适。雨桐的话像一把刀子扎在我心上。你怎么能这样说？我是你的母亲，你是我的母亲，但你不是一个好妻子。雨桐终于抬起头看着我。你知道爸爸为什么找别人吗？因为你太要强了，太严格了。我不敢相信这话是从我女儿口中说出来的。我发现雨桐不仅知道这件事，还在帮着隐瞒。她经常和苏雅婷一起出去逛街，一起吃饭。雅婷姐人很好，比你温柔多了。雨桐竟然这样对我说，她是破坏我们家庭的第三者。我愤怒地说道，她没有破坏什么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雨桐反驳道，如果你能像雅婷姐那样温柔体贴，爸爸也不会找别人。我感到天旋地转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和我作对。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，竟然站在了第三者那边。你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吗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。
我知道，但是付出不代表你是对的。雨桐冷冷地说道，你的付出让我们都不快乐。我彻底绝望了，我决定和李国强摊牌，要他在我和苏雅婷之间做出选择。我们离婚吧，我平静地对他说道。慧敏，你别冲动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李国强似乎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坚决，没什么好谈的，你选择了他，那就承担后果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你想想雨桐，他还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他试图用女儿来挽回局面。雨桐已经成年了，他可以自己选择跟谁生活。我的态度很坚决。当天晚上，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雨桐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她似乎没有想到我会真的离婚，因为我不能接受背叛。我说道，你就不能退一步吗？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。雨桐的眼中终于有了一丝动摇。我已经退了24年了，我累了。我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离婚手续办理的那天，雨桐必须选择跟谁生活。我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，希望他能选择跟我，毕竟我是他的母亲，我为他付出了所有。我选择跟爸爸生活。雨桐的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。你确定吗？我的声音在颤抖。我确定，我再也不想和你这样严格的人生活了。他的话彻底击碎了我内心最后的希望。我签完字，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，天空开始下雨。我站在雨中，任由雨水打在脸上。24年的婚姻，24年的母女情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我失去了丈夫，也失去了女儿，但我知道，我必须接受这个现实。离婚后的第1个月，我按时给雨桐赚了5000元抚养费。虽然她选择了跟父亲生活，但她还是我的女儿。我不能因为她的选择而停止对她的关爱。我的工资本来就不高，扣除房租和生活费，剩下的钱已经不多，但我还是坚持每个月给她5000元。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我搬到了一个小小的出租屋里，30平方米的单间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，几乎没有其他家具。但我觉得这样很好，简单而安静。我可以在这里重新开始我的生活。中秋节的时候，我给雨桐赚了额外的2000元。春节的时候，我又给他转了5000元。我希望他能过得好一些，即使他不在我身边。我试着主动联系雨桐。雨桐，最近工作怎么样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还行，我很忙。他的回答总是很简短。有时间的话，我们见个面吧。我鼓起勇气说道。不用了，我真的很忙。他拒绝了我的提议。那你要注意身体，不要太累了。我还是忍不住关心他。有事的话找我爸就行了。他的话让我心中一阵刺痛。我知道他在有意疏远我，但我还是不愿意放弃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会主动给他发消息，问他工作怎么样，身体好不好，需不需要什么。但他的回复总是很冷淡，很简短，有时候甚至不回复。我从朋友那里听说，雨桐和苏雅婷的关系很好，他们经常一起出去逛街，一起吃饭。雨桐甚至叫苏雅婷雅婷姐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又痛了一次。我养了24年的女儿，竟然和第三者关系这么好。我想不通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因为恨我吗？还是因为他真的觉得苏雅婷比我好？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。也许我真的太严格了，也许我真的让他不快乐了，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。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，希望他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，但我知道我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。我只能接受现实，继续我的生活。1年后，
我听说雨桐有男朋友了，那是一个叫张浩然的工程师，人很老实。我很想见见这个男孩，但我知道雨桐不会安排的，我只能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他的情况。听说他家庭条件一般，但人品很好，我为雨桐感到高兴，至少他找到了一个好人。又过了1年，我听说他们要结婚了，我的心中五味杂陈。一方面，我为女儿的幸福感到高兴；另一方面，我又为自己不能参与她的婚礼感到伤心。我想象着她穿婚纱的样子，想象着她走红毯的样子。我多么希望能亲手为她戴上头纱，多么希望能亲口对她说声祝福。但我知道这些都不可能了，我已经不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了。雨桐终于主动给我打电话了：“妈妈，我要结婚了。”她的语气很平静，就像在通知一个陌生人。我知道，祝贺你。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高兴。你需要准备20万做嫁妆。她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目的。我的心中涌起一阵苦涩。原来他联系我只是为了要钱。好，我会准备的。我还是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没别的事了。他准备挂电话。等等，雨桐，我急忙叫住他。还有什么事吗？他的语气有些不耐烦。我能参加你的婚礼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可以，但是你就坐在角落里就行了。他的话让我心中一阵刺痛。但我还是感谢他愿意让我参加。挂了电话，我开始盘算我的积蓄。这些年来，我省吃俭用，存了一些钱，但离20万还差得很远。我开始变得更加节俭，每天只吃最简单的饭菜，几乎不买任何不必要的东西。我甚至开始卖掉一些家具和衣服。但我知道，光靠这些还不够。我需要更多的钱来为女儿准备嫁妆。我开始做兼职，周末去给学生补课，每天晚上我都要工作到很晚。我的身体越来越累，但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。我想要给女儿一个惊喜，让她知道我对她的爱。我开始偷偷地准备嫁妆，不是她要的20万，而是我能给她的最好的一切。我卖掉了我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甚至考虑卖掉我的小房子。我要给她一个她永远不会忘记的嫁妆。婚礼前1个月，我鼓起勇气给雨桐打电话。雨桐，我想参与一些婚礼的准备工作。我小心翼翼地说道。不用了，雅婷妈妈都安排好了。她的回答让我心中一阵刺痛。雅婷妈妈？她竟然这样称呼苏雅婷。我是你的母亲，我想为你的婚礼做点什么。我的声音带着一丝恳求。你就负责准备钱就行了，其他的不用你管。他的话冷冰冰的，没有一丝温情。雨桐，我们能见个面吗？我想和你好好谈谈。我还是不愿意放弃，我很忙，没时间。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那请柬呢？我的名字会写在上面吗？我问道。会的，但是会写在最后面。他的话让我明白了我在他心中的地位。我是最不重要的那个人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了婚礼请柬，精美的烫金字体，高档的纸张，一切都很完美。但当我看到名字的排列时，我的心又沉了下去。李国强、苏雅婷的名字并列在最前面，像是女方的父母，而我的名字被孤零零地写在最后面，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客人。我拿着请柬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我是他的母亲，我生了他，养了他，爱了他24年，但在他的婚礼上，我却被当成了陌生人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坚持参加婚礼是否正确。也许我应该默默地祝福他，而不是去自取其辱。但我还是决定去，因为我想看看我的女儿穿婚纱的样子，想亲眼见证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即使我只能坐在角落里，
即使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客人。我开始了解更多关于这场婚礼的细节。我听说苏雅婷不仅参与了所有的安排，还要以女方家长的身份发言。我听说雨桐和苏雅婷一起去试婚纱，一起选择婚礼用品。我听说雨桐称呼苏雅婷为妈妈，而不再提起我。这些消息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心。我开始明白，我不仅失去了女儿，还被人彻底取代了。苏雅婷成了她的新母亲，而我成了过去时。我想起了那些年我为她付出的一切，我想起了我为她省吃俭用的日子，我想起了我为她的教育倾家荡产的时光。但这些在她眼中都不值一提。她只记得我的严格，却忘记了我的爱；她只记得我的要求，却忘记了我的牺牲。我开始问自己，我这24年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得？婚礼前1周，我收到了座位安排表，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旁边都是一些远房亲戚，而主桌上，苏雅婷的名字赫然在列。她要和李国强一起坐在主位上，以女方家长的身份接受宾客的祝贺。我看着这个安排，心中涌起深深的屈辱感。我这个生母竟然被排在了最不重要的位置，而那个第三者却坐在了我应该坐的位置上。我想过退出，想过不参加这场婚礼，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，因为我有一个秘密，一个只有我知道的秘密。我为雨桐准备的嫁妆，不是她要的20万，而是我能给她的一切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母爱。我要让雨桐明白她失去的是什么。我要让苏雅婷看看，她永远无法取代我在雨桐心中的地位。至少我希望如此。我在心中默默地为那个神秘的嫁妆做着最后的准备。每一样物品都被我仔细地清洗和包装，每一份文件都被我反复检查和确认。我知道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为女儿做什么了。我要让这份嫁妆成为我给她的最后一份礼物，也成为我对她最后的告别。我站在镜子前，看着自己憔悴的面容。这些年来，我为了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。我的青春，我的健康，我的快乐，都被我毫无保留地给了他们。而现在，我即将失去我最珍贵的东西，我的女儿。但我不后悔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。即使这份爱不被理解，不被珍惜，甚至被误解和憎恨，但它仍然是纯粹的、真挚的、无私的。这就是母爱。婚礼当天，我穿着我最好的衣服来到了现场。那是一套深蓝色的职业套装，我买它的时候还是10年前，虽然有些过时，但保养得很好，看起来还算体面。我在酒店门口停了很久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今天，我要见证我女儿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。即使我只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，即使我只能坐在角落里，但我还是要来，因为我是她的母亲。我走进酒店大厅，看到了满堂的宾客，每个人都穿着华丽的服装，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，而我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，默默地走向我的座位。我刚坐下，就看到了苏雅婷，她穿着一件价值不菲的礼服，脖子上戴着闪闪发光的钻石项链，她的头发被精心打理过，画着精致的妆容。她站在主桌旁边，和宾客们谈笑风生，每个人都在夸奖她，说她看起来像是雨桐的母亲。我坐在角落里，看着这一切，心中涌起深深的讽刺感。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，现在却被当成了女方家长，而我这个真正的母亲，却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客人。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是否还有正义可言。婚礼正式开始了，雨桐穿着洁白的婚纱走进了大厅，
她看起来很美，像一个公主一样光彩照人。我的眼中涌起了泪水。这是我的女儿，我的骄傲。即使她不认我，即使她恨我，但她仍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司仪开始介绍女方家长，现在有请女方家长李国强先生和苏雅婷女士上台。我听到这个介绍，心中涌起巨大的愤怒。苏雅婷不是雨桐的母亲，她凭什么以女方家长的身份上台？但我看到台下的宾客们都在鼓掌，似乎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苏雅婷优雅地走上台，和李国强一起站在雨桐身边，她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仿佛在宣告她的胜利。我紧紧地握着拳头，指甲都陷进了肉里。我要忍住，我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我不能在女儿的婚礼上闹事。婚礼进行到敬酒环节，雨桐和张浩然开始向宾客们敬酒。他们走到每一桌，和每一个客人说话。我期待着他们能走到我这边，期待着雨桐能和我说几句话。但他们走过了一桌又一桌，却始终没有到我这边来。我开始意识到，我可能被遗忘了。这时，一个远房亲戚走了过来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他显然不认识我。我正要回答，就听到雨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她是我们家以前的保姆。雨桐站在我身后，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个角落。我的心瞬间被撕裂了。我缓缓地转过身，看着我的女儿，她的眼中没有任何愧疚，只有冷漠。保姆？那个远房亲戚疑惑地看着我。是的，他以前在我们家帮忙。雨桐继续说道，仿佛在介绍一个陌生人。周围的宾客们都听到了这个对话，他们开始窃窃私语。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，仿佛被人打了一巴掌。我站起身，想要离开这个地方，但雨桐却继续说道，现在雅婷阿姨才是我妈妈。苏雅婷听到了这句话，得意地走了过来，她的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笑容，仿佛在向我宣战。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。她的声音甜美而温柔。我很荣幸能成为雨桐的母亲，我会尽我所能地爱护她。宾客们开始鼓掌，夸奖她的话说得好。我站在一旁，像一个小丑一样被人围观。我想要解释，想要告诉所有人我才是雨桐的母亲，但我发现我说不出话来，我的声音被堵在喉咙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苏雅婷看到我的样子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女儿的婚礼，她继续说道，故意强调我女儿这几个字。我为有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，我感到天旋地转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和我作对。这时，雨桐走到苏雅婷身边，亲昵地挽住了她的胳膊。妈，你看那个女人还想给我嫁妆。她指着我，声音里带着嘲讽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一个保姆能准备什么好东西。宾客们听到这句话，开始哄笑。我感到脸上的血液都在倒流，心中涌起巨大的屈辱感。我为她准备的嫁妆竟然被她这样嘲笑，我24年的母爱竟然被她这样践踏。我的眼中涌起了愤怒的泪水，但我还是努力控制着自己。我不能在这里失态，我不能让所有人看我的笑话。苏雅婷看到我的样子，脸上的笑容更加得意。是啊，雨桐不需要外人的嫁妆，她故意强调外人这2个字。我已经为她准备了最好的一切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我想要反击，但就在这时，司仪的声音响起了，现在进行嫁妆展示环节，请女方家长为新娘展示嫁妆。苏雅婷听到司仪的话，得意地走向准备区。她的嫁妆被摆在一个小托盘上，看起来很精致，但并不丰富。这是我为雨桐准备的钻石手镯。她拿起第一样物品，向宾客们展示。
这是进口的珍珠项链。他继续介绍着第二样物品，还有这个是我专门为他定制的金戒指。宾客们纷纷点头称赞，说这些嫁妆很有品味。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，这些东西的价值大概在5-6万左右。对于一般家庭来说，这已经很不错了，但对于我准备的东西来说，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苏雅婷展示完毕，得意地看着我。现在轮到这位保姆女士了。她故意停顿了一下，强调保姆这2个字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地站起身。我走向准备区，工作人员抬来了一个巨大的红色托盘。这个托盘比苏雅婷的大了好几倍，上面盖着厚厚的红布。全场的宾客都安静下来，好奇地看着我。他们都想知道这个保姆能拿出什么东西来。雨桐站在台上，脸上带着讥讽的笑容，还装模作样用这么大的托盘。他对苏雅婷说道，声音故意放大，让周围的人都能听到。里面该不会是空的吧？苏雅婷也跟着笑了起来。就是啊，一个保姆还能准备什么像样的嫁妆？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些人甚至开始嘲笑。我听到了这些声音，但我并没有生气，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他们会震惊的。我会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母爱，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嫁妆。我站在托盘前，深深地看了雨桐一眼，他的眼中没有任何期待，只有冷漠和嘲讽。我的心中涌起深深的悲伤。这就是我养了24年的女儿，这就是我倾尽所有去爱的人。我缓缓地伸出手，握住了红布的一角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整个大厅都安静得可怕。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能感受到所有人的目光。我知道这一刻将决定一切，这一刻将揭露真相，将展示我24年来的付出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掀开了红布。瞬间，整个大厅鸦雀无声。金光闪闪的钻石项链，价值50万，静静地躺在托盘的中央。厚厚的现金，整整100万，整齐地摆放在托盘的一侧。房产证，一整套价值80万的房子，被精心地装在文件夹里。祖传的金镯子和金饰，价值30万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还有各种珍贵的古董和收藏品，每一样都价值不菲。整个嫁妆的价值超过了260万。这是我24年来倾尽所有的积蓄。全场的宾客都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敢相信这个被称为保姆的女人竟然准备了如此丰厚的嫁妆。雨桐和苏雅婷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他们张大嘴巴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宾客们开始激动地议论起来：天哪，这得多少钱啊？这哪里是保姆？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？260万的嫁妆，这在我们这里都是首屈一指的。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站在托盘前，看着所有人震惊的表情。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，这就是我24年来的付出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不是保姆，我是雨桐的母亲。我要让雨桐明白，她失去的是什么。我要让苏雅婷看看，她永远无法取代我的地位。雨桐终于回过神来，她慌忙走向我。妈妈，这些。她的声音在颤抖，眼中满是震惊和愧疚。她终于意识到了我的付出，意识到了她的错误，但现在说这些已经太晚了。我看着她，眼中没有任何温情，只有冷漠。我不是你妈妈。我的声音平静而坚定。你刚才说了，我是保姆。雨桐的眼中涌起了泪水。妈妈，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她试图挽回局面，但我已经心如死灰。我转过身，
面对着所有的宾客，我要让他们都听到我接下来要说的话，我要让他们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母爱，什么是真正的背叛。我环视了一圈全场的宾客，他们都在等待着我的反应。我能看到他们眼中的震惊，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重新认识，但这些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母爱，什么是真正的背叛。我缓缓地开口，声音清晰而坚定：各位来宾，我想澄清一个事实。全场更加安静了，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我的话。我叫陈慧敏，我是李雨桐的母亲。我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。我不是什么保姆，我是她的亲生母亲。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，他们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我为她付出了24年，我为她倾尽了所有。我继续说道，声音开始有些颤抖。但是今天，她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是保姆。我看向雨桐，她的脸色已经完全变了。我走向托盘，开始一件件地收回嫁妆。既然我是保姆，那保姆怎么能给主人家的女儿准备嫁妆呢？我的声音冷得像冰。这些东西都是我用24年的积蓄准备的，但现在看来，我没有这个资格。我拿起那条价值50万的钻石项链，仔细地放回了盒子里。这条项链，我为了买它，卖掉了我妈妈留给我的金镯子。我的声音开始哽咽。我想让我的女儿在婚礼上成为最美的新娘。宾客们听到这句话，开始对我产生同情。我拿起那厚厚的现金，一沓一沓地装回袋子里。这100万现金是我10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。我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。我每天只花10块钱吃饭，就是为了给我的女儿准备这份嫁妆。全场的宾客都被我的话震撼了。我拿起那套房产证，颤抖的手差点握不住。这套房子是我刚刚卖掉的。我的声音哽咽的几乎说不出话来。那是我离婚后唯一的家，但我把它卖了，因为我想给我的女儿一个更好的未来。雨桐听到这句话，眼中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。妈妈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她哭着向我走来，但我后退了一步，冷冷地看着她。你不知道什么？你不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？我的声音变得严厉。你只知道我严格，你只知道我要求高，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吗？我继续收回嫁妆，每收回一样，我的心就痛一次，因为我爱你。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小，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我的爱在你眼中一文不值。我转向苏雅婷，她的脸色已经完全变了。刚才还得意洋洋的她，现在像一个小丑一样站在那里。苏雅婷，你不是说你是她的母亲吗？我的声音冷得像刀子。那你来给她准备这样的嫁妆吧。我指着那些价值260万的嫁妆，你来给她倾尽所有，你来为她卖房子，你来为她省吃俭用。苏雅婷的脸色铁青，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她知道她永远无法做到这些，她只是一个第三者，她只是想要得到一个家庭的地位，但她永远无法给予真正的母爱。宾客们开始议论纷纷，他们的态度完全变了。刚才还夸奖苏雅婷的人，现在都在谴责她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个女人竟然是第三者，太过分了！怎么能让第三者做主位？真正的母亲反而被当成了保姆。我听到这些议论，心中涌起一丝满足，至少真相大白了。我收完了所有的嫁妆，转身面对着雨桐，她站在那里，眼中满是懊悔和痛苦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她哭着向我道歉。我不应该那样说你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你。我看着她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。这是我的女儿，
是我最爱的人，看到他哭泣，我的心也在痛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伤害是无法挽回的。雨桐，24年来，我为你付出了所有。我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我为你放弃了我的青春，我的健康，我的快乐。我看着他，眼中没有恨意，只有深深的悲伤。但是今天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否认了我。我的声音开始颤抖。你让我在所有人面前丢尽了脸。雨桐想要走近我，但我摇了摇头。我环视了一圈全场的宾客，最后看向雨桐。我要说出我心中最后的话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陈慧敏与李雨桐再无母女关系。我的声音在大厅里清晰地回荡。24年的养育之恩，24年的母女情分就此结束。全场的宾客都被我的话震惊了，他们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雨桐听到这句话，彻底崩溃了。妈妈，不要，请不要这样说。她哭着跪在我面前，我可以改，我可以重新做人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女儿，心中涌起巨大的痛苦。这是我最爱的人，但他伤害了我太深。机会？你有过多少次机会？我的声音变得严厉。离婚的时候，你选择了你父亲。这3年来，你一直冷落我，疏远我。今天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我。我看着他，眼中满是失望。你还要什么机会？我转身准备离开，但雨桐抓住了我的衣角。妈妈，我求你了，不要离开我。她哭得撕心裂肺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我伤害了你。我停下脚步，但没有转身。但是我还是你的女儿，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断不了的。我听到这句话，心中涌起一丝动摇。是的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确实断不了。但是，血缘关系并不等于亲情，血缘关系断不了，但是我们的感情已经断了。我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我轻轻地挣脱了他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。身后传来雨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但我没有停下脚步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回头，我就会心软，但我不能心软，我不能再给他机会伤害我。我已经被伤害得太深了。第8部分，震撼结局。我走出酒店大门的那一刻，外面正在下雨，雨水打在我的脸上，冰冷刺骨，但我的心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解脱。我终于摆脱了那个让我痛苦的地方，摆脱了那些让我伤心的人。我打开手机，删除了雨桐的联系方式。我要彻底的和过去告别。我走在雨中，任由雨水打湿我的衣服。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，但我知道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。我要为自己而活，不再为任何人牺牲。我要找回我失去的自我，找回我失去的快乐。我要让自己重新绽放，像一朵经历过风雨的花朵。几天后，我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。我用那260万买了一套小房子，开始了我的新生活。我不再是任何人的母亲，不再是任何人的妻子，我只是我自己，陈慧敏。我开始重新装修我的新家，每一样家具都是我精心挑选的。我买了很多书，开始重新学习和充电。我报名参加了瑜伽班，开始关注我的身体健康。我还学会了画画，开始用画笔表达我的情感。我的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义。我终于明白，我不需要通过付出来证明我的价值。我的价值在于我自己，在于我的存在。我开始交新的朋友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。很多人都夸我有气质，有内涵。他们不知道我的过去，不知道我曾经的痛苦。在他们眼中，我是一个独立、自信、有魅力的女人。3个月后，
我收到了一个快递，里面是一封信，还有一张银行卡。信是雨桐写的，他在信中向我道歉，说他知道错了。银行卡里有50万，他说这是他和张浩然存的钱，想要还给我。他还说他和张浩然的婚姻出现了问题，因为没有嫁妆，他在婆家受到了歧视。张浩然的父母觉得他没有家庭背景，开始对他冷眼相待，他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。因为那场婚礼的事情传开了，很多人都在议论他的忘恩负义。他在公司里抬不起头，他说他现在才明白，他失去的不仅仅是我，还有所有人的尊重。他恳求我原谅他，恳求我给他一个机会。我看完信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。我为他的遭遇感到难过，但我也知道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我把银行卡寄回给了他，但没有回信。我不恨他，但我也不会原谅他。有些伤害是无法挽回的，有些关系是无法修复的。半年后，我在街上遇到了苏雅婷，她看起来很憔悴，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光彩。她看到我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低下了头。我从她身边走过，没有停留。我已经不再恨他了，因为恨一个人太累了。我只是觉得他很可悲，他得到了一个家庭的地位，但失去了所有人的尊重。他以为他赢了，但实际上他输得一无所有。我继续我的生活，不再去想那些过去的事情。我开始写作，把我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。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母亲的故事，讲述了母爱的伟大和痛苦。很多读者都被我的故事感动了，他们说我是一个勇敢的女人。我也这样觉得，我确实是一个勇敢的女人。我敢于为自己的尊严而战，敢于为自己的价值而活。我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，因为我认可我自己。1年后，我收到了雨桐的结婚照，她和张浩然离婚了，嫁给了另一个男人。照片中的她看起来很幸福，但我知道她的内心并不平静。她在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：妈妈，我想你了。我看着这句话，眼中涌起了泪水。我也想她，我想我的女儿，但我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有些路一旦走错了，就再也回不了头；有些人一旦失去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把照片放在抽屉里，继续我的生活。我已经学会了和过去和解，学会了为自己而活。我的生活很充实，我的心情很平静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于别人的认可，而是来自于自己的满足。我不再需要任何人的爱，因为我学会了爱自己。今天，我坐在我的小花园里，看着夕阳西下。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接起电话，听到了雨桐的声音：妈妈，我想见你一面。她的声音很轻，充满了恳求。我在你住的城市，我想和你好好谈谈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拒绝了。雨桐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我希望你能过得好，但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妈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我已经失去了一切，我不想再失去你。我听到这句话，心中涌起一丝动摇，但我还是坚持了我的决定。你没有失去我，因为我从来就不属于你。我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，我只属于我自己。我挂断了电话，看着手机上的通话记录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把这个号码拉黑了。我要彻底的和过去告别，不再给任何人机会伤害我。夜幕降临，我走回房间，我打开电脑，继续写我的新书。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重生，讲述的是自我救赎的故事。我要告诉所有的女人，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能为别人付出多少，而在于我们能为自己创造多少。我们不需要通过牺牲自己来证明我们的爱，
因为真正的爱应该是相互的、平等的。我们有权利为自己而活，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。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，因为我们足够强大。我写着写着，眼中涌起了泪水，但这不是痛苦的眼泪，而是解脱的眼泪。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，找到了我存在的意义。我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，我就是我自己。我是陈慧敏，一个勇敢的女人，一个为自己而活的女人。我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我的人生还在绽放。我会继续走下去，不再回头，不再犹豫，因为我知道前方有属于我的阳光，有属于我的幸福。我要去拥抱它们，像拥抱我自己一样。我合上电脑，走到窗前，外面的夜空很美，星星闪闪发光。我想起了很多年前，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母亲时，我也曾经这样看着星空，为女儿许愿。我希望她能健康成长，希望她能幸福快乐。现在我还是在许愿，但这次是为我自己。我希望我能继续勇敢地生活下去，希望我能找到属于我的幸福。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到，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最重要的一课：爱自己比爱任何人都重要。我轻轻地关上窗户，回到我的新生活中。这里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，只有希望和阳光。这就是我的选择，这就是我的人生。我无悔，我无憾，我就是我，陈慧敏，一个为自己而活的女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